青梅竹马10年的沈玉，在领证那天和我提了分手，转头娶了我的好闺蜜许艺，并在朋友圈官宣怀孕。难以接受现实的我彻夜买醉，差点被人捡尸。老板谢凡从天而降救了我，对我百般呵护，甚至和我求婚。婚后更是把我宠上了天。我以为是上天给我的恩赐，却没想到是一场劫难。许艺就要生产了，到时候你一定要保证林静的身体状况能源源不断的给小艺供血。你这样做真的好吗？林静也是 Rh 阴性血，如果输血过多也会没命的。我顾不了这么多，我只能保证许艺健康生下孩子。至于林静，我有别的办法。隔着门板传出来的声音撕开了我的心。关注小新，生活万事兴。谢凡那些凉薄的话字字钻心入肺，我的手不自觉发麻发抖，手上端着的养生汤应声落地，咣当一声响彻整个房子。谢凡迅速开门，看见待在原地的我，着急忙慌地冲了过来。怎么样，没烫着吧？你怎么自己端上来了？张妈呢？谢凡紧张地上下翻看着我的身体，恨不能脱了我的衣服做个全身检查。现在想来，他每次对我的受伤磕碰都十分在意，之前甚至因为我自己不小心划破了手指大发雷霆，辞退了家里的保姆。我曾经以为这是他对我的爱，现在才知道不过是一场骗局。谢凡，你是担心我还是担心我不能给许艺当完美血牛？张妈还在给我炖燕窝，我想自己端给你，就上来了。谢凡牵着我下楼，平日里最暖和的手却在这一刻变得冰冷刺骨。我不动声色从他的手心退了出来，我有点累了，想先睡一会儿。谢凡看着自己落空的手，有些落寞。我当作没看见，径直走回了房间。脑海里纷繁复杂的思绪让我几乎丧失了思考能力。心口传来的痛感让我窒息。嫁给谢凡的3年里，他对我极尽宠爱，而我也为他放弃了我最爱的摄影事业，在家里当全职主妇，为他打理好一切。这3年里，流水式的礼物和补品从未断过。他会在每个纪念日为我准备惊喜，会为了我推掉所有重要的会议。所有人都说他爱我入骨，说他是全世界最好的男人。可原来他的爱隔着另一个女人。许艺是他继母的女儿，他名义上的妹妹。当时他娶我的时候，许艺就曾来谢家大闹过，后来不了了之。而谢凡之后更是因为我和许艺断了往来，我为此十分感动，所以在后来慢慢爱上了谢凡。叮咚一声，套间的书房里传来了手机铃声。我擦干眼泪走进去，在书桌的暗格里找到了一只从未见过的手机，尝试了很多密码，我们的生日、纪念日却都失败了。最后输入许艺的生日打开了，我自嘲地笑出来声来，点开了软件。哥，你看我的肚子变得圆滚滚的。对了，我的预产期是5天后，你到时候别忘了给林静打镇静剂送医院来哦。那些字一点点浸润了我的眼睛。我往上滑了滑，才发现我所有的礼物和补品都只是复刻许艺的，我有的他全都有。点开朋友圈，才发现他的小号和许艺用着情侣背景图。我在这个微信号里看见了谢凡细致地记录着许艺怀孕的每一天，包括产检日子、检查数据、所有爱吃的和忌口。今天宝贝妹妹想吃蛋糕，亲手做了一个。宝贝今天产检，一切都好。谢凡再爱我，也没为我下过厨，可在他的小号朋友圈里，他为许艺做尽了一切。我捂着心口，无声的落泪，不知道哭了多久。我喘着气顺平，拉开了床头柜，看着那张 B 超单，陷入了沉思。我和谢凡结婚3年，这是我和他的第1个孩子，终于下定决心打电话。您好，我要预约一下流产手术。对面和我核对好病历号和信息，告诉了我手术时间。谢凡突然端着燕窝出现在我床前。你在跟谁打电话呢？我的心咯噔一下，放了手机，压住心中复杂的情绪，转身。体检中心给我打电话，说有几个项目让我过去检查一下。
谢凡刚和体检中心的医生打完电话，说要检查我的各项指标。这个谎，他自然是全信的。谢凡点点头，坐在我身边，准备喂我喝燕窝。平日里喜欢吃的燕窝，此刻如同嚼蜡。那一夜，谢凡紧紧抱着我，滚烫的身体不断地贴近。宝宝，我要你，好香！温热的气息喷在我的耳后，我却不为所动，往前挪了挪。这几天不方便，这是我第一次拒绝谢凡。他叹了一口气之后，走进了卫生间冲澡冷静。寂静的夜里，我没有再和他说一句话。早晨，他一如既往地将早饭端到我的床头，他亲了亲我的额头，带上门离开。我睁开眼，看着床头的早饭，心里五味陈杂。这3年里，他的一举一动、一言一行都在说爱我。在那一瞬间，我甚至开始怀疑昨天的一切都是一场梦。我点开许毅的朋友圈背景图，深知这一切不是梦。哥哥给我送来的燕窝，期待宝宝的破壳日，配图里是一双手，左手无名指的钻戒显眼而刺目。我看着无名指上的对戒，拔了下来，然后打车去了医院。这不是谢总的老婆吗？她怎么自己一个人来医院了？对呀，传闻中谢总可是半步都不离呀。我看他手上拿的是妇产科的号，难不成怀孕了，想给谢总一个惊喜？我听着耳边的议论声，心如刀割。全世界都知道的爱，不过是一场甜蜜的骗局，在心中冷笑了几声。我推开了诊室的门，吴医生在看见我的第一眼，有些呆愣。谢太太，他不可置信地翻看了预约记录，你要做流产手术？我点了点头。谢总这是我的孩子，留或不留都是我的事，还有不要告诉谢凡，不然我会向院方追究责任。医生通过我的态度，好像明白了什么，看着我的眼神中带上了几分怜悯。我下楼办理入院手续，却被门外的嘈杂声吸引了注意力。医护人员推着病床，快速往隔壁的急诊区狂奔，身后跟着的人竟然是谢凡。他们在看见我的瞬间，同时停下了脚步。谢凡手里甚至还拿着许毅的外套，他疾步冲到了我面前。林静，你怎么会在这？我把手上的入院通知单往身后藏了藏。体检中心说有几个数据异常，让我来医院复查。谢凡虽然嘴巴是在问我，但心思全在被推入手术室的许毅身上。你怎么会在这？沈玉和谢凡脸上闪过一丝不自然。小易突然破羊水了，刚好沈玉不在，我就把他送来医院了。我也没再继续追问。这样啊，那你先忙。谢凡蹙眉看着我，似乎是对我现在的大度感到疑惑。毕竟我和许毅之间曾经隔着一个沈玉，是老死不相往来的架势，可现在却没有因为他对许毅的态度翻脸，太反常了。我们一起过去吧。谢凡伸手来拉我，我知道他是想带我过去，在手术室外候着，生怕里面临时需要用血。我不想去。谢凡看着我，有些话却不知道怎么说出口。林静，我知道你和小易之间有过节，但这件事也过去3年了，你还没有放下吗？现在小易随时都会有意外，你和他都是熊猫血，难道你要见死不救吗？我皱眉抬眸看着他的嘴巴一张一合，那些话却怎么都听不进去。原本打镇静剂的法子因为突发羊水破裂不能用了，如今的他只能亲自将这场戏剖白在我面前，那副嘴脸让我觉得陌生又可怕。我甩开他的手，如果是我巴不得他胎死腹中才好。我满脸嘲讽，说出来的话冷情又恶毒。啪的一声，谢凡一个巴掌打了过来。林静，你怎么会这么恶毒？面颊传来火辣辣的疼。我捂着脸眼含热泪，这是他第一次打我，还是为了许毅？我心里悲痛又气愤，为什么所有人都会为了许毅伤害我？凭什么？你这么爱他，谢凡，你怎么不自己救啊？谢凡看着我，态度缓和了下来。林静，我爱的只有你，我和许毅之间只有兄妹情，你误会我了。我答应你，只要这次你救了他，我们以后再也不和他们有任何联系，好不好？谢凡低声下气地求我，这是我从未见过的低姿态。
不好，产妇大出血了，快从血库调血！产妇是 Rh 阴性血，血库存血量不足。家属呢？家属在哪？急诊室那边传来了医护人员焦急的叫唤声。谢凡顾不上其他，一把拉过我，拽到了急诊室门口。他以前给产妇献过血，检查都不需要做，直接用就行。医护人员下意识地看向我，我点点头，眼里的泪如断了线的珍珠落下。也罢，就算我还给谢凡的救命礼吧，以后我和他就两不相欠了。谢谢你，林静，明天我有一份礼物送给你，你一定会喜欢的。我躺在病床上，看着鲜血顺着管子流到了另一边，意识一点点消散。我感觉到了下腹一股热流涌出，可所有的医护人员都在忙着给许艺接生，根本没人看见我这边的场景。就我穿着无菌服进来陪产的谢凡听见了我的声音，隔着薄薄的纱帘，他有些不耐烦地冲我吼了几句：“林静，你既然都已经答应要给小艺输血了，能不能不要出幺蛾子？你也是女人，难道不知道怀孕生子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吗？”我咬着唇，再也没有发出任何一丝声音，直到隔壁传来小孩的啼哭声，我才悠悠转醒。小艺，你看你生了一个可爱的女儿，长得好像你小时候啊。谢凡的声音那么轻快，全然不像和我在一起时那种沉稳。原来这才是真正的谢凡。哥，你快给他取个名字吧。许艺的声音听上去生龙活虎，没有任何一丝憔悴，而我整个人像是被掏空了似的，需要不断顺气才能勉强保持清醒。就按之前你想的，叫许慕凡吧。许艺爱慕谢凡，鼻尖一酸，我再也忍不住心中的委屈哭了出来。谢凡，如果你爱他，又何苦非要拉我下水呢？前所未有的痛苦将我吞噬，浑身的疼痛让我再也忍不住喊出声来。可那边早已清退出场，沉浸在喜悦中的谢凡甚至没有想起来过来看我一眼。直到纱帘拉开，护士才看见了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的我。医生，这里鲜血的那位好像也是孕妇。刚走出产房的医生们再次被喊了回来，所有人都被眼前的一幕震惊了。毫无血色的一张脸，身下满是鲜红的血迹，一个鲜活的人，如今如同槁木。快通知血库备血！急诊手术室的灯再次亮起。谢凡走在去住院部的路上，忍不住回头看，这刚结束一场手术，没看见人被推进去，就又开始了。家属呢？家属在哪？小姐，你还能不能说话？能不能告诉我家属的联系方式？迷迷糊糊中，我被人不断推搡着，我拉住了护士的手，断断续续开了口：我自己签。我用尽最后一丝力气，在手术同意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。住院的那几天里，谢凡一个电话都没有。我点开许艺的朋友圈，果然看见了谢凡的身影。办理出院手续的那天，我在楼下转头就撞上了谢凡和许艺的那几位好朋友。哟，这不是林静吗？尖锐刺耳的声音让我心烦。谢凡蹙眉走了过来，一把拉过我的手。你不过是献个血，穿着医院的病号服做什么？装柔弱也不用这么用力吧？谢凡大概是觉得丢脸，看着的眼神有些不耐烦。我一把甩开他的手，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。谢凡有些心烦地拧眉头，转身走回了住院部。谢总，您这几天有见过您太太吗？相熟的吴医生拉住了谢凡。谢凡不知道为何有些心慌。吴医生，她怎么了？吴医生有些犹豫地开口：“她前不久查出怀孕，但前2天来约了流产手术，却一直没出现。”谢凡拿着缴费单的手一抖，纸落了一地。他紧紧抓住吴医生：“怀孕、流产。”五雷轰顶般的震惊和绝望一股脑盖了下来。谢凡站在原地不知所措。我回到病房收拾东西，也对这几天一直照顾我的护士表示了感谢。林小姐，你真是命大，要不是刚好有个男人也是 Rh 阴性血，你那天可能就死在手术台上了。你以后怀孕了，不能再给别人献血了，这是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吗？
护士一脸严肃地告诫我以后不能再这样了，一边询问我要不要帮我联系家属来接我。谢谢呀，我老公他死了。护士写字的手一顿，震惊的抬眸看着我，略带歉疚地道了歉。我摆了摆手，表示自己不在意。回到家，我把所有东西收拾出来，堆在花园里，一把火烧了个干净。张妈在一旁急得跳脚，要给谢凡打电话。张妈，谢凡现在忙着给许艺带孩子，不会接你的电话的。张妈的脸色微变，原来你也知道啊。张妈紧张无措地搓着手，对不起，太太，谢总他不让我们说。没事。我转身上楼，带走了属于自己的东西，只有一个行李箱，很轻。我这才知道，一个女人离开一个家，能带走的东西真的少之又少。一声浮萍，漂浮四海的落寞感涌上心头。张妈，你把这个给谢总，就说一命换一命，我和他之间两清了。说完，我一把火点燃了身后这个别墅。这个别墅是谢凡买给我的，现在我不想要了。我想送给我的东西，他也不会再要了。张妈站在外面不知所措，直到身后传来了谢凡的声音。打车离开的时候，我在转角处看见了谢凡的车，车流中我与他互相错过。谢凡给我打了无数个电话，我一个都没接。谢凡刚下车的第一眼就看见了面前熊熊燃烧的火焰。张妈，还愣着做什么？灭火呀！谢凡一把推开张妈，迅速报了火警。张妈，太太人呢？太太她……张妈着急的连话都说不清楚。谢凡迅速弄湿了衣服，披着就往火场里冲了进去。林静，你在哪？别怕，我来救你。消防员来得十分迅速，火灭得很快。谢凡在房子里上上下下找了个遍，却始终没找到林静的身影。张妈，你确定太太在里面吗？张妈摇摇头，想到了我的那句话，太太只说一命换一命，她和你之间两清了。张妈正想着把放在包里的协议拿出来，下一秒谢凡倒地，还没来得及收回，就被身后忽然出现的许艺一把夺了过去。林静要离婚。许艺把怀里的孩子递给张妈，冷哼了几声，那我就帮帮他。说着，他把手里的那枚戒指丢进了火堆。这戒指和离婚协议的事，绝不能告诉谢总。你应该也看得出来，在谢总心里，到底谁重要？张妈一个字都不敢说，只能低头抱着孩子跟了上去，可却频频回头看着那被丢进火堆里的戒指。谢凡醒来之后，动用一切关系找了我3天，却没有任何消息。我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，完全消失。谢凡十分焦躁，连带着情绪也开始不对劲。对不起，哥，都怪我。明明静姐她一直记恨我抢走了沈玉，我还要让她给我献血。你等我好了，我一定帮着一起找回静姐。你快看，小宝在叫你呢。静姐也真是的。为了这么点事情离家出走，太小家子气了。许艺娇嗔地靠近谢凡，像以往一样勾了勾他的小指。可现在的谢凡却对他们母女俩失了耐心，他一把推开许艺：“你不要这么说，林静，是我的错，我不该逼着他给你献血的。小艺，我已经通知了沈玉，他明天就来接你回家坐月子。我这阵子要找林静，可能顾不上你。”谢凡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家门，辗转于各个警局调查林静的下落。我再次收到有关谢凡的消息，是许艺带来的。那天一早，我就在我的乡下小院里看见了许艺。好久不见，林静。许艺穿着精致，站在我面前，还是那副胜利者的姿态。他从包里拿出离婚协议递了过来。离婚协议，哥让我给你的。我看着那几张白纸，有些反应不及。我翻开协议，粗粗看了一眼，确实是谢凡的字迹。谢凡签字的离婚协议都让许艺送来了。我的余光瞥到了许艺手上的钻戒，这枚钻戒是我许下的周年愿望，谢凡曾经答应给我买，但现在这戒指却出现在了许艺的手上。你烧掉的那座宅子，我们本来也不准备住了，哥给我买了另一处别墅，给我和宝宝住。你以为你留下离婚协议和戒指，就能让谢凡幡然醒悟？
然后懊悔追妻吗？我和谢凡之间从小到大20年的感情，不是你能破坏的。我听着耳边许毅的叫嚣声，那种久违的屈辱感再次腾升。可转念一想，如果许毅真的那么胸有成竹，又怎么需要亲自跑过来？之前和沈玉之间的事情，他可是从头到尾都没有出现过。我和许毅是同期实习生，因为血型相同，所以走得格外近。我也知道许毅和老板谢凡的关系匪浅，那时候我一度默认他们是情侣关系。有一次许毅出了车祸，我毫不犹豫献了血，后来我们的关系更近了，而沈玉难免就会参与到我们的聚会中。我从未感觉到任何不对，直到领证前一天，沈玉和我摊牌：“对不起，林静，我不能和你结婚了，许毅怀孕了。”那一刻，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，让我无法接受。我被退婚的消息一度盛传，那一段时间我连家门都不敢出，只会在深夜到酒吧买醉。也是那时候，我遇上了谢凡，他如天神一般降临在我身边，给我带来了生机和希望。他告诉我他和许毅是兄妹，慢慢的，我开始接受他的好。而这整个过程中，许毅几乎没有再出现在我面前，他就像是一个偷走别人幸福的小偷，躲在暗处一言不发，只是牢牢盯着我。而不是现在，拿着一纸离婚协议就赶到了我面前，青梅竹马，难以打破。我嗤笑出声：“我和沈玉之间，你不也那么容易就插足了进来吗？如果谢凡不在意我，又怎么会在我离开的时候给我打那么多电话？而且你应该不知道吧，我肚子里怀了谢凡的孩子。”许毅精致的面庞在这一刻碎了，他蹙眉恶狠狠地瞪着我：“不可能，哥和我说过，他永远不会碰你。他说他只会爱我一个人，他娶你只是为了让你当我的血牛。”我的移动血包，外套口袋里的手机录音，将许毅发疯的所有瞬间都录了下来。我只笑不语，看着许毅发疯。林静，谢凡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了许毅身后，他看也没看许毅一眼，直直地冲了过来，紧紧地抱住我：“我终于找到你了，你知不知道我多担心你？真好，你还活着。”许毅看着谢凡抱着我的样子，满眼的不甘：“哥，你跟踪我？”许毅难以置信地开口，脸上神情变化极快。谢凡却罕见的没有搭理，他上下查看着我有没有哪里受伤，满心满眼都只有我。许毅气不过，伸手去拉谢凡，谢凡的眼神却落在了我手上的离婚协议上。他一把夺过，在看清上面的字时，眉头紧紧拧在一起：“许毅，这就是你说的让我签字的购房合同？你骗我签下了离婚协议！”谢凡怒不可遏地将离婚协议撕碎，摔在了许毅的身上。“哥，你不是最爱我的吗？为什么现在变了呢？我说过，只要生完孩子，给妈妈一个交代以后，我就会回到你的身边。你为什么不等等我呢？”谢凡看着面前的妹妹，忽然觉得她似乎早已不是自己印象中那个可爱善良的许毅了。“许毅，我对你还不够好吗？或许曾经我们之间是有过情愫，可你结婚那天就应该知道一切都结束了。”许毅像是发了疯一样的拉扯着谢凡，我冷眼看着眼前的这出闹剧。可许毅不知道从哪儿窜了出来，因为惯性，我整个人都跌了出去，而他连带着和我一起滚下了石头坡。我的头直直地撞上了尖锐的石头，而他也撞在了一旁的石柱上。一时间，两个人的伤口都开始往外渗血。“哥，救我！”谢凡站在我和许毅之间，左右摇摆，难以抉择。“谢凡，我伤在后脑。”慢慢流出的血几乎抽干了我的意识，可许毅只是伤在手腕。这一刻，我多么希望谢凡救的是我。谢凡痛苦地看着我，我的心瞬间变得死寂。“对不起，林静，你等我，我一定会回来救你。”我看着谢凡抱起许毅，那道身影一点点消失在我的模糊的视线中。他找了我那么久，可依然选择在生死一线的时候救下许毅。或许是我犯贱，我不该再对他抱有任何一丝希望。不知道是谁发现了我，将我送入了医院，又是谁给我献了血。我在一次奇迹般的活了下来，
只有床头柜上那张加油的字条，上面泛着一股好闻的冷泉香。而这一次醒来后，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我的录音和谢凡小号的截图发了出来。一时间，网上激起了千层浪。豪门总裁和继妹不为人所道的那些秘密，移动血包，豪门罔顾生命的终极做法，各类标题占据了头版头条。谢凡和许毅被热度冲上了顶端，而许毅抢走沈玉的消息再次被人顶了上来。谢氏的股价一路下跌，市值蒸发了数亿。在他们3个人焦头烂额的时候，我已经坐上了飞往 M 国的飞机。这一次，我再也没有任何顾忌和留恋。您好，我是之前在网上给您发过作品集的安娜，你就是安娜。我们主编可以交代你，不需要面试，可以直接入职。直接入职。我站在知名杂志社 G 门口，久久回不过神来。我的作品虽然不错，但绝对没有优秀到可以免面试入职的份呐。G 主编是一个美籍华人，网上关于他的资料少之又少，我大概只能知道他叫赵林生。入职 G 之后，我开始了很紧凑的工作安排，虽然忙碌，但我却很珍惜这次机会，也很享受这样的生活。而我在某天接到了沈玉的电话，他似乎喝了酒，一直喊着我的名字和我道歉。原来许毅的孩子不是我的。我在听见这句话的时候，脑子嗡的一声炸了。难不成孩子是谢凡的？我小心翼翼地试探，是谢凡的。沈玉没了声音。再过了几分钟，他有些清醒回来了。也不是谢凡的，许毅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谁的。沈家当然不会认这个孩子。我爸妈把他和孩子赶了出去，谢凡忙着处理谢氏的经济危机，也对他闭门不见。林静，我错了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我以后一定会对你忠诚。我出声打断了沈玉的喃喃自语。沈玉，你还是把这些话留着吧，我不需要。说完，我挂断了电话，上网搜索了关于谢凡和许毅的事情。这才发现，谢凡的父亲也在丑闻爆出的第一时间和许毅母亲离婚自保。他们一家3口无处可去，一直在谢氏门口等着谢凡。可他们不知道的是，谢凡早已不在国内，而是坐在了飞往安国的飞机上。谢凡落地安国机场的时候，就看见了机场上一张硕大的海报，是一个化妆品广告。在海报最下方写着“摄影”。安娜温，谢凡知道安娜温就是我，所以才会如此快速地锁定了我的位置，因为那是他给我取的名字。他说这是他最喜欢的一个模特的名字，而我几乎是惯性的，在所有地方都留下了这个署名。所以在杂志社门口看见谢凡的时候，我几乎没有任何意外，只不过我没有给他任何一个眼神，只是当作陌生人一样擦肩而过。林静。他上前拉住我的手，我蹙眉转头看着他。这位先生，我认识你吗？谢凡拉着我手一松，想到了之前我被撞到的后脑，他神情凝重。你失忆了？我疑惑地看着谢凡。你是安娜？我来了，咱们走吧。身后忽然传来一个明亮的男声。我转过头，这次是真疑惑了，这人我是真的不认识啊。他穿着一身棕色的风衣，时髦又精致。身上带着一股冷泉香。冷泉，我想起了在医院床头柜上的那张纸条，难不成他就是救了我的那个男人？亲爱的，你怎么才来？我都饿了。我娇嗔的皱眉，挽上了他的胳膊。我想吃转角那家意面。男人宠溺地摸了摸我的头，揽着我的腰往前走去。谢凡看着我的背影，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找错了人。可是那样子以及走路的姿势，都让他觉得就是我。他不死心地再次冲了上来。林静，你是林静对不对？安娜是我给你取的英文名。男人不由得笑出声来。有意思，这座城市里叫安娜的没有几万人，也有上千人。你凭名字认人呐？他强势的臂膀搂过我，居高临下的看着谢凡。这是我女朋友，先生，如果你再缠着她，我一定会报警。你要知道，在这对妇女儿童的保护力度是很大的。男人推开谢凡，他带我走到了车前。安娜，做戏做全套，不然他不会死心的。
我点了点头，在他绅士的护头下坐进了副驾驶。坐进副驾驶的那一刻，我再次闻到了浓郁的冷泉香。男人坐上车，对着我一顿调侃：“安娜，你真的是我见过胆子最大的女人，你甚至不认识我，都敢跟着我上车。”我不可置否地笑了笑，看着他的车挂发呆。这个车挂上绣了 RH 阴性血和名字赵林生，赵主编。赵林生顺着我的眼神看了过去，在看见车挂的瞬间，眼睛一弯笑了：“还是被你发现了。不过你放心，我没有别的想法，我只是拯救一下自己的下属。”赵林生扣上了安全带，一脚油门，车子疾驰而去。没过多久，车子稳稳地停在了我的公寓楼下。我看着熟悉的公寓，不由自主地揶揄他：“怎么，老板对下属的关心都已经到知道每一位员工住址的地步了？”话锋一转，我直接将心里的疑惑问出了口：“你是不是曾经去过中国，救过我2次？”赵林生显然不知道我会这么直白地说出来，愣了半晌之后笑开了。本来呢，我只是想来看看能拍出那种华丽作品的人到底长什么样，谁知道一见到你就是那样惨烈的情形。巧的是，我们血型一致，我本着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，救了你第1次，第2次是采风，你倒在乡间小院里，我又一次救了你。后来的事情大概就是赵林生回国，看见了我登载在网上的爆料，又看见了我的求职信，决定录用我。我奶奶经常说，中国女人就像是野草，有着顽强而坚韧的生命力，在你身上有了具象化的体现，所以我很想和你相处一下，找到我奶奶的感觉。这半个老外说的话就是不中听。哪个女孩子会想给人一种她奶奶的感觉呢？不过想着眼前的人毕竟是救了我2次的人，我勉强点了点头。你奶奶哪里人？四川人。巧了，我或许真的能给你找到奶奶的感觉。那个周末，我做了一顿四川风味的饭菜，招待了赵林生。看着他被辣得龇牙咧嘴，我笑得人仰马翻。我和赵林生的关系一点点变得亲近，甚至能够互相串门。那天从赵林生家走出来，我在家里楼下再次见到了谢凡。他风尘仆仆，看上去有些憔悴。看见我的那一刻，他从包里拿出一叠资料：“林静，你看，这就是我3个月前买下来的醒醒，以你的名字命名的。我本来是想着许毅的事情结束以后，好好和你解释，然后把这个礼物送给你的。可是那些事情发生的太快了，对不起，林静，我真的知道我自己错了，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弥补你？”我看着谢凡手上的证书，陷入了淡淡的悲伤中。以我为名的星星，这如果在一切都没有发生之前，或许我真的会很感动。可现在，我已经不需要这颗星星了。迟来的深情比草贱，我的眼神波动，让谢凡看出了异样。我就知道你没有失忆，那个男人也不是你的男朋友，对不对？你就是想让我死心。谢凡紧紧地抱住我。我不管怎么挣脱都无济于事，你放开我，谢凡。我是故意要忘记你，因为我不爱你了。我和谢凡之间的所有经历，足以让我看清人性。其实我和沈玉结束的时候，或许靠我自己就能走出来，可是谢凡带着拯救我的名义给我下套，才让我在寻找自我的路上再度迷失，最后几乎是付出了生死之间的交代。谢凡不死心地抱住我，企图将我带走，直到身后响起了警笛声，我转头就看见了赵林生带着警察出现。不许动！2个警察制服了谢凡，直到谢凡被带走，他嘴里依然在喊着我的名字。后来谢凡被遣送回国，并在赵林生的安排下被拉入了黑名单，而谢氏在半年光景里迅速倒台。我再也没听见过关于谢凡和许毅的故事，反而在国外的雪场里见到过沈玉。那时候他身边已经有了一个女友。赵林生说，那个新女友简直是我的复刻版。我唏嘘不已，人的爱总是会错位，也或许这些人的爱都不是爱。安娜，你什么时候才会考虑和我在一起？夕阳下的雪山顶，赵林生问我。
我摇了摇头，猛地朝下冲刺。那种速度与激情带来的快乐，远比男人来得多。或许这辈子，我永远只爱自己。女人嘛，最重要的就是有钱有闲，偶尔找找男人调节激素水平即可。人要活在缘分里，而不是关系里。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个故事。临近婚礼，男友又一次要求我推迟婚期，算上这次，已经是第3回了。他解释道：“最近律所事务多，你多体谅。”他不知道，他给初恋寄出的那封信，因为地址原因被退回了，现在正在我手上。信上他说：“人生各有各的耿耿于怀。”他说：“年少时的爱意我从未忘记。”他说：“如果你愿意，回来吧，我等你。”我没哭没闹，放下信，取消婚礼，买了一张飞往山区的机票，那里也有我的皎白月光。小寒过后，荆州的温度降到了0下，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潮自北向南一路侵袭，把湿冷空气凝结成了层层霜花。接到陆潇电话时，我正从电梯里出来往家走，他的声音淡淡的，带着几分不在意。1月底的婚礼取消，婚期再往后推。我沉默几秒，没搭腔。算上这次，这已经是他第3回推迟婚期了。也许是见我没说话，陆潇顿了顿，接着轻声解释道：“最近律所事务多，太忙了，你多体谅。”像是在安抚。不等我开口，电话那头遥遥地传来询问，问他是否有时间参加会议。他应了一声，丢下一句：“我先开会，婚礼的事情你处理吧，辛苦了。”挂了电话，言尽于此。这事儿就算是拍板敲定了。大概因为职业的原因，陆潇的性子一直都是这样，冷静自持，干脆利落。和他恋爱3年，没见过他有情绪波动的时候，就连结婚这事儿也不见他有半点紧张和期待。我呼出一口浊气，想着也许这就是顶尖律师吧，对什么事情都波澜不惊，游刃有余的。等我走出几步，抬头就看见一个穿着绿色衣服的快递小哥正拿着什么东西站在门口。“你好，有什么事吗？”我站住脚步问道。“啊，你好，我是邮局的。那个陆潇先生1个月前在我们这里寄出了一封发往英国的信，地址有些问题被退回了。我给他打过电话，没打通。”他挠挠头，边说边把手里的东西递了过来。我伸手接过，说了声谢谢。见任务完成，小哥转身进了电梯。片刻后，我关上门，坐在了沙发上，翻看着手里这封带有航空标志的国际信件，薄薄的，没什么重量。信封右下角写着收件人姓名和具体地址，是陆潇手写的英文，一笔一画很是清俊。我辨认了几秒，突然愣住了。收信地址：英国伦敦威斯敏斯特市皮卡迪利街，号西栋2层。是收信人柳玉，陆潇的初恋女友。我顿了顿，没怎么犹豫就把信拆了。等我快速地阅过一遍后，忍不住浑身颤抖起来，连指尖都有些发凉。薄薄的信封里头，满满当当的2页信纸，一字一句，全是陆潇隐秘又难言的情意。他说：“阿玉，人生各有各的耿耿于怀，对你，我还是无法释怀。”他说：“年少时的爱意那般热烈赤诚，其实我从未忘记。”他说：“临近婚礼，我才知道什么叫做，如果不是和你，那是谁都可以。”信纸上点点滴滴，写满了他们在异国他乡相互温暖、相互照顾的那些年，那些他从未在我面前显露过的情绪波动，尽数附在了这封信里。信的最后，陆潇留下一句：“如果你愿意，回来吧，我等你；如果你不愿意，我就等到你愿意。”我两眼猛地一黑，太阳穴隐隐胀痛起来。直至此刻，我总算知道他3次推迟婚期真正的原因。我枯坐在沙发上，陷入了回忆里。我和陆潇是自由恋爱，那时他刚从英国留学回来，虽然学历高，可律师这一行吃的是资历背景，没人领路，只能从实习助理做起。我还记得，我第1次见到他时，他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衬衫，不算贵重的西服上没有半点褶皱，
一看就知道是熨了又熨，浑身上下的打扮不超过2000块，偏偏袖扣是万宝龙的经典款，2粒加起来小1万了。我猜应该是别人送给他的，因为我也曾送出去过这样的一对袖扣，隔着会议室的玻璃，我看见他挽起袖子，精瘦的手臂是健康的小麦色。他弯着腰，仔细地用半块百洁布擦拭着10来米的会议桌，边边角角都不肯放过。只一眼，我竟然有些恍神。后来，我和他相识、相知、相恋，这一切在我的刻意促进下显得水到渠成。他很努力，也很有拼劲，几乎是用尽全力往上爬。短短3年，已经从实习助理摇身一变成了寿星合伙人。不出意外，再给他几年时间，他就能开自己的律所了。我很喜欢他，尤其喜欢他那双眼睛，清冷坚韧。这3年，我几乎是片刻不停地围着他转。干净整洁的屋子，妥帖熨烫的衣物，冒着热气的菜肴，只要是他的需求，我无一不做到最好。而他也逐渐习惯了我的照顾，温存时会忍不住黏住我说：“黎星，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？”我看着他的眉眼，想着，也许这就是命。只是即便如此，他也从未提过要娶我的事情。直到去年10月，他生日那天，我听说峨眉山华藏寺求事业很灵，我立刻飞到天府，连夜上山，只为在第1缕日出金光迸裂时进到庙里给他求一支上上签。从荆州到天府，从山脚到山顶，连着13、14个小时的奔程，我早已精疲力竭。下山时，一个没注意从台阶上摔了下来。等他赶到医院，我脸色寡白，手心里的上上签早已被腾出来的冷汗浸透。可看见他，我还是挤出一点笑意，盯着他的眼睛说：“祝你直上青云，陆潇。”说完，我就迷迷糊糊地昏了过去。只依稀听见他声音颤抖，握住我的手问：“太傻了，为什么这么傻？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？”我出院那天，他向我求婚了。我想他应该也是喜欢我的，只是我没想到，原来这些年他一直都在等柳玉，甚至为了他能收到这封信，为了那一丝他会回来的可能性，3次推迟我们的婚期。他对我的喜欢远不及真爱半分。这一秒，我突然感觉有些累了。几分钟后，我从保险柜里拿出了一本相册，里面装满了我刻意忽视却又无法忘记的过去。我一页一页地翻动着，心脏不受控制地紧缩起来。第1章，干瘪的土地，满山杂草，沟壑村落。第2章，女孩朴素的笑脸，对着镜头羞涩又好奇。粗糙的掌心里放着鲜红野果，酸中透着一丝丝微甜。第3章，青色的烟雨巫山，简陋的红砖白墙，硕大一行黑字：萤火虽微，亦能燎原。那一道道袅袅炊烟随风而盘旋，越过岁月厚重的阻隔，扑面而来。而我泣不成声，痛得快要死去。陆潇那些难以忘怀的年少时光，谁又没有经历过呢？第2天一早，我的眼睛肿得像是挂了2颗灯笼，好在心情已经平复了许多。我想跟陆潇聊聊，却不想1周过去了，他不仅没回家，甚至连一通电话、一条短信都没有。我想了想，干脆主动去律所找他。临出发前，却收到了婚纱馆负责人发的消息：江小姐，陆先生带着另外一位女士正在店里试您定下的那套婚纱，说是想换1套，但是您之前说过只要这1套，是有什么特殊情况吗？我愣了愣，有些没反应过来，什么叫做陆潇带着另外一位女士正在店里试我那套婚纱？我的太阳穴又隐隐作痛起来，几秒后心里有了猜测，只是这猜测实在太过荒谬。我指尖翻飞，回道：“我现在过去。”半个小时后，婚纱馆，我推门走进，抬眼就看见了陆潇略带几分惊艳的眼神。他眼里的光像湖面泛起的涟漪一样圈圈荡开，尽数落在了对面的女人身上。只一秒，我就确认了，她就是柳玉，陆潇的初恋女友。我猜的没错，
命运的齿轮不停地转动着，即便那封信没寄出去，柳玉还是回国了。我没有直接冲上去，而是悄无声息地拐了个弯，隐在其他婚纱后面，没让人发现。扫了一圈，我看见柳玉旁边还围着几人，都是陆潇的朋友，显然和他也很熟人。其中一人笑着说：“阿玉，我们都以为你不会回来呢。”“是啊，你都这么久没回国了，这次回来不会是来抢婚的吧？”柳玉笑了笑，伸手挽住了陆潇的胳膊说：“陆潇结婚，我肯定要回来看看呀，不得替他把关。谁知道他要娶的是个什么东西？哎呀，什么抢婚不抢婚的，是我的就是我的，不需要抢，别人想抢也抢不走。”他话里有话。那几人悄悄对视了一眼，都有些看热闹不嫌事大的意思。也是，你们在英国那几年，异国他乡的，就你们两人相互依靠，这感情可不是一般人能比得上的。不过你别说，阿玉，陆哥对你可真好，听见你说想试一下婚纱，马上就带你来了，还怕你一个人无聊，把我们也叫上了。听着他们的话，我忍不住想着，原来陆潇是这么贴心的人啊。接着他们又问起他这些年的慈善事业。镜子里，柳玉摇晃着裙摆，笑容灿烂地说：“女首善何强你们知道吧？那年她豪捐万拯救濒危动物的活动我也参加了，还有这几年大家一直在讨论的街头流浪者慈善机构，去年特地邀请我去做志愿者呢。前段时间那个中英白血病患者配捐的项目，从荆州到英国，我从头跟到了尾，太可怜了那些病人，能帮就帮一下吧。”他漫不经心地说着，其他人听完都啧啧称赞：“这也太厉害了！听说那个流浪者慈善机构有很多大佬都在关注。”“是啊，阿玉，你也太棒了！只有你这么善良的女孩，才会主动去做这么多慈善活动，太了不起了。”他笑了笑，像是有些感慨地说：“既然我有这个能力，当然要多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，不像有的人花着陆潇辛苦挣来的钱，奢靡至上，简直让人恶心。即便我人不在，他也没忘踩我几脚。”几秒后，他眼神一转，凑近了陆潇问：“说实话，我和你女朋友，你觉得谁更好？”陆潇没说话，他却颇有几分不依不饶的意思，缠着闹着就差整个人扑进他的怀里，撒娇半痴地追问着：“你说呀，谁更好？或者你说你更喜欢谁？”我听不下去了，干脆抬脚走了出去。听见动静，陆潇抬头看了一眼，看见是我，眉头倏地一下拧了起来。接着他声音微沉，问道：“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？这一周我睡得不太好，总是梦见以前的事。”下一秒，陆潇越过柳玉，径直走了过来，抬手想摸摸我的额头，却被我啪的一下挥开了。他看着空荡荡的手心，突然愣在了原地，像是意外，又像是有些失落。一旁，柳玉不动声色地打量了我几眼，故意开口说：“你选的这套婚纱，威尔汪的秀款，不低于6位数吧？啧啧，你知道这笔钱可以帮助多少个贫困地区的孩子吗？”他看向我，言语间满是优越感。一旁的人附和着：“他怎么可能知道？花着别人的钱，不知道心疼呗。”“是啊，陆哥，要我说，还是阿玉这种好女孩才配得上你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心里闷得厉害，不只是因为他和陆潇的关系，更是因为他说的那些话，尤其是他竟然问我知不知道能帮助多少贫困山区的孩子。”我呼出一口浊气，轻声开口：“16个。”柳玉愣了一秒，问道：“什么16个？维尔汪的秀款婚纱，16万，可以资助16个学生，一年1万块的学资就够他们读书了。”他听懂了，挑眉嗤了一声：“你花着陆潇的钱买着16万的婚纱，还好意思说这些？你知道什么是慈善吗？你有一点善心吗？”我眉头微蹙，声音加重：“慈善，女首善何强捐赠的。万被查到是欠的那些农民工的血汗钱，流浪者慈善机构会早就被确定为诈骗机构。中英白血病患者配捐项目，更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敛财行为。
这些就是你做的慈善？我忍不住反问道。柳小姐，怎么你做了这么多慈善，都是诈骗啊？她的脸色倏地一下沉了下来，一时之间有些不知道怎么辩驳。其他几人也都愣住了，有人下意识问道：真的吗？阿玉，你是不是被骗了？她慌了几秒，咬牙道：我做的都是真慈善。她一个只知道花钱的捞女懂些什么？我打断她，疑惑道：那你做了这么多慈善工作，总有1、2张荣誉证书吧？再不然感谢信呢？实在不行，你做志愿者的照片总该有吧？一听这话，她彻底慌了，支支吾吾的说不出来，干脆咬着这套婚纱不放。反正你花着陆潇的钱买这么贵的婚纱是事实，有什么好说的？不等我开口，一旁婚纱馆的礼服师走了上来，提醒道：不好意思，这位小姐，这款并不是 Vera Wang 的秀款，而是 Vera Wang 为了支援贫困山区特地设计的非盈利款。每购出1件，就会由 Vera Wang 中国地区捐赠出一笔款项。您做了这么多慈善工作，应该了解的呀。话音落地，柳玉脸色白了几分，显然根本不知道这个事儿。几秒后，他看向陆潇，委屈道：我只不过是想着你挣钱不容易，没必要买这么好的婚纱。你女朋友至于这么针对我吗？说完，他抬脚要走，却不小心被婚纱绊倒，整个人就是摔倒在了陆潇怀，嘤嘤地哭了起来。我看着陆潇下意识的安慰动作，轻声软语地哄着他，突然觉得好没意思，认真地说：陆潇，我觉得月底的婚礼没必要推迟了，直接取消吧。说完，我转身就走，却不想陆潇一改刚刚的温柔，一把推开了柳玉，险些把人推倒在地，声音里带着几分难以置信，甚至连表情都出现了裂缝，像是真的慌了。他用力拽住我的胳膊，沉声道：等会，你什么意思？什么叫直接取消？我懒得和他纠缠，抽出手说：意思就是我不要你了，分手吧，陆潇。我改了大门密码，把陆潇拉黑，告知了所有亲戚朋友我们分手的事情，然后买了一张飞往山区的机票，只等把所有事情处理好就飞过去。只是我没想到，陆潇会在我家楼下等我到凌晨。他胡子拉碴，头发散着，西服外套上都是褶皱，一脸疲倦，甚至多了几分狼狈。见到我，他甚至没有看我的眼睛，只是轻声问道：你看到那封信了？我笑了笑，看来邮局那边总算联系上他了，而他也总算知道了，我是认真要和他分手。几秒后，他眼圈泛红了几分，抿了抿唇说：如果我说一切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我抬手摆了摆，示意他不用再说。我知道柳玉家里破产，又被离婚，来找你帮忙。你那封信里3分怀念，3分感慨，剩下的全是炫耀。你只说等他回来，却没说他回来了你还会和他在一起。你不过是想看他后悔而已。陆潇，我没说错吧？我看向他，一口气说完：3年足够我了解一个人了。陆潇听完，沉默地站在原地，没有顺着我的话往下说。他自然不会承认，如此卑劣的心理，当然也是如此真实。好半晌，他才另起话头，憋出一句：我知道，黎星，你就是太爱我了，所以你才会冲动地取消婚礼。我不怪你，你等我把这件事解决。我没忍住笑出了声，打断他说：你搞错了，陆潇，我从来就没爱过你。话音落地，陆潇身子僵直住了，他甚至露出了几分茫然的眼神。等意识到我不是在拈酸吃醋后，他的脸色惨白了几分，忍不住重复着说：你怎么可能不爱我？这几年你对我这么好，你怕我顾不上工作，什么都肯为我做，还为了我去求上签从台阶上摔下来。你不是说你最大的愿望就是看着我登上顶？我不发一言，只静静地看着他，看着那双清冷坚韧的眼睛里闪过几丝犹疑和猜测。他说的没错，自始至终，我始终希望他好，希望他平步青云，直上云霄，希望他成为荆州最厉害的律师。为此，我愿意付出一切，
可是这一切只是因为我想看看那双眼睛，跃上顶峰时会露出怎样欢欣的眼神。陆潇不蠢，不过一会儿他就沉默下来，脸色变得更加难看。他立在夜风中，整个人都在微微颤抖着。就在他准备开口时，他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，一声声的，像是催命的符。终于，他催骂了一句，接了电话。那头传来急促的声音：“请问您是柳玉女士的家人吗？她吃了过量的安眠药，被酒店的工作人员送到医院来了。”陆潇脸色猛地一变，立刻转身小跑出去，慌乱地说：“哪家医院？我现在就过去。”我看着他的背影，把那封信从包里拿出来，随手丢进了垃圾桶里，然后头也不回地上了楼。我要回去，准备去山区的行李了。而此刻的我还不知道，之后陆潇竟然会追着我，一路去到那个深盘在群山中，进出还需要靠脚力的贫瘠山村，时间从不为谁停留。从我决定去毛窑村，所有的事情就变得简单起来。只是那晚之后，陆潇还是不肯放弃，被我拉黑就换着号码给我打电话，我不接就改成短信轰炸。我一概不看，全部删除。眼看其他事情也都要处理完了，我索性改了机票，准备今天就飞往毛窑村。从荆州到毛窑村，要先坐2个小时的飞机落地江城，再从江城转2个小时火车到达县市，之后还要坐铁皮子的摆渡车，摇摇晃晃，在1个半小时才能到毛窑山山脚。要想上山，还要再坐半小时的摩托，才能堪堪到达村口。接着再往里走半小时，就到了真正的毛窑村。接近7个小时的路程，困住了所有想飞出大山的云雁，唯独陈风清飞了出来。很快，飞机起飞，升上高空，穿破云层后到达平流层。我戴上眼罩，任凭思念肆虐。我还记得，我第一次遇见陈风清是在医院停尸房，那时母亲已经病了很久。我求着医生想尽办法，却还是没能把她留住。我扑在母亲的遗体上，哭得死去活来时，陈风清就站在门口。等我哭完，发现他1下午已经过去。我哭了多久，他就站了多久。我没见过他，却一眼认出了他。母亲在确诊乳腺癌那年，资助了一个贫困山区的学生，每年都会给他寄一笔不菲的学资，一眨眼就是6年。我总想着，母亲的善意也许会让他的病慢慢好转。可是天不遂人愿，半年前母亲病情急剧恶化，除了放心不下我之外，也放心不下他。病床上，母亲手把手教我如何寄钱给他，还告诉我，他跟我一般大，今年高考如果顺利的话，也许能考到荆州来。所以看见他那一秒，我就知道是他。那双眼睛清冷坚韧，见我看向他，他和我对视了一眼，眼底情绪很浓，满是化不开的悲伤。接着他慢慢地走了过来，不过几步路，却像是耗尽了全部力气。我以为他会说些什么，可他只是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埋着头，把那些闷闷的声音全部压抑在了指缝里。几秒后，有些呜咽声响起，不知道是我还是他。不过有人陪着我一起哭，比我一个人哭感觉要好很多。哭完，他从包里拿出了3万块，说是这6年他攒下的钱，剩下的他会尽快还上。我没收，随口问道：“你考上了哪个学校？”“荆州大学。”“什么专业？”“法律。”我没问他怎么会想要学法，只点头说：“挺好，我也读荆州大学，外国语。”那3万块我坚决不收，他什么也没说就走了。我没精力去想他去了哪里，好歹也是成年人，丢不了。只是没过多久，他不知道从哪里搞到了我的手机号，硬是把那3万块转给了我，像是怕我退回，又迅速把我拉黑。之后他就没了音讯，一直到开学，我才再次见到他。他黑了很多，又黑又瘦，只一双眼睛还亮得发光。他又转给我6000块钱，然后拉黑我，就跟第一次一样。似乎只有转钱给我的时候，他才肯短暂的把我从黑名单里放出来。
在之后，每个周末他都会给我转一笔钱，有时100-200，有时300-400。我实在受不了了，找到他说：“你学法的应该知道，多笔小额的转账会让我的账号存在被封的风险，不要再给我转钱了。”他思考了一会，点了点头。下一周，他拿着2张红色钞票塞进我手里，然后头也不回地跑了。我看着2张皱巴巴的红票子，心里不知道为什么酸得快要冒泡，只觉得这人傻得可以。就这样，我们逐渐熟人起来。眨眼间，寒假来临，很快就要过年。父母早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。母亲去世后，我第一次不知道该去哪里过年。本想着就这样糊涂过算了，没想到北方小年那晚，陈风清风尘仆仆地赶来，手里拿着不算厚的信封，一把塞给了我。里面是他寒假挣的钱，加上这些，他给我的钱已经快要小1万，连带着第一次的那3万，已经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了。见我收下，他转身要走，最后1秒，我拽住了他的袖子，轻声说：“陈风清，带我去你的老家看看吧。”我想资助一个学生。说话间，我不小心碰到他的手指，冰凉的，冻得通红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没过一会儿，他的耳根也染上了些许红意。他点点头，看向我，说了声好。飞机落地江城时正好2点整，天气好到让人有些不敢相信，这座南方的核心城市比荆州温暖许多。我拿上行李从飞机场出来时，额角都有些出汗，一路奔波，到了毛窑村已经晚上了。黑漆漆的村落，只有零星的路灯闪着光。路边的房子还是60-70年代时的样子，土黄色砖墙斑驳不堪，充满着岁月痕迹。周围杂草丛生，显然早就没人居住了，空置了很久。随着时代的发展，如今的毛窑村只剩下老人和小孩，年轻人大多都选择了离开，只是他们没接受过很好的教育，到了外面也是辛苦奔波。好在勤劳亦可以改变命运。我早就联系好了毛窑村的书记，这段时间我会住在他家里。一见到我，陈书记赶紧迎了上来，伸手接过我的行李箱，问道：“还没吃饭吧？家里已经做好了饭菜，吃完饭好好休息一下，明天我们再去学校看小姚。”我点了点头，从口袋里拿出一张卡递过去，说：“陈书记，村里是不是准备翻新小学？这里面是10万，应该够了。”陈书记连连拒绝：“不行不行，这几年你每年都送书送衣服给那些孩子，不能再要你的钱了。学校翻新的事情我已经处理好了，等开年把村里的茶叶一卖就有钱了。你快收起来。”我用了点力气把卡塞进陈书记手里，闷声说：“就当我多资助了几个孩子，学校翻新的事儿越快越好。我瞧着你发的照片都快塌了。”我说话一向直来直往。再说，那学校真快塌了。虽然毛窑村不比荆州寒冷，可今年是个寒冬，下了几场雪之后，已经有些摇摇欲坠。再等下去，没准真塌了。再说了，马上过年了，要有一批村民回来，这钱给别人挣也是挣，不如趁着过年让他们一起帮帮忙。手里有粮，心里不慌，万一有愿意留下的也是好事。我一边说一边走着，呼出的白气散在了空气中。陈书记沉默了几秒，点了点头，却还是把卡塞回给我，说：“这钱你先拿着，等过几天我找了村委会，一层一层往上报了，给你弄个专项资助，你拿回荆州去也能抵抵税什么的。”我笑了笑，这次没再推辞，收起了卡，一起往家的方向走去。等我吃完饭，书记一家已经熄灯睡下了。这里的夜太安静了，安静的让人忍不住多想。我把脖子上戴着的银质项链摸了出来，细细的纹路是陈风清母亲留给他的遗物。我们正式确定恋爱关系那天，他送给了我。我还记得，那是我资助瑶瑶的第2年，又是一年春节，我照常跟他回了毛窑村。那年可真冷啊，上山的路不好走，冻结时的冰棱子夹杂着土黄泥巴，就算把摩托车穿上了铁链也上不来。
我背着包跟在他的身后，看着他一步一跺脚，把地踩结实了，跺出一个脚印，才小心地转身拉着我往上走。可即便是如此小心，我也还是崴了脚。本想着休息一下再走，却不想又飘起了雨夹雪。万一雨下大了，落到地上结了冰，这路只会更不好走。陈风清没怎么犹豫，把我们俩的包都横背在了胸前，蹲下来望着我说：“上来，我背你上去。”我不肯，咬着牙要自己走，却被他捉住脚腕，一把扛了起来。你这小胳膊小腿的，还没我一篓子柴火重，赶紧吧，不然我可就这样扛着你上去了。我头朝下，血涌入脸颊，涨得绯红，用力捶着他的背说：“行了，我让你背还不行吗？赶紧把我放下来。”他哼哼地笑了2声，难得地露出了那个年纪男孩的痞气。为了让我舒服些，他用背包的带子系住了我的脚踝，这样我那只伤腿就能完全不受力地翘着。只是他要更加小心地走路了。事已至此，我再不好意思也没什么用了，干脆双手搂住他，把脸埋进他的脖子里，随口问道：“你为什么想学法？法律很难的。”他脚步一顿，下意识缩了缩脖子，像是被我呼出来的热气弄得有些发痒。几秒后，他轻咳一声说：“前2年，政府有意把毛窑村开发成风景区，几个以前给我交过学费的叔叔买了摩托，想做上下山的生意，可是还没几天就出了车祸，那小轿车司机酒驾，2死1重伤，他们不懂，也没人教，拿了1万块就私了了。后来重伤的叔叔也死了，医院都没去。你知道那车什么牌子的吗？玛莎拉蒂，3条人命，1万块。”他语气平静，我却听出来滔天的怒和怨。怒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，愿人生由命非由他。我沉默几秒，突然有些难过，忍不住伸手，却只摸到了他的下巴，摩挲了几下说：“现在有你了，你知道该怎么帮他们的。”他用力地点了点头，然后一言不发地背着我继续往上走着。一股风起，我打了个冷战，发现屋里的窗户没关，冷风乍笑，把我从回忆中拉扯出来。我睡不着，索性套上外套往学校附近走去。这会儿路上都没人了，静夜沉沉，浮光霭霭。也许是白天天气极好，所以夜晚的月色也亮堂堂的。等我走到学校附近，那红砖白墙上硕大一行黑字：“萤火虽微，亦能燎原。”我走过去，伸手摩挲着，蹭下来一层灰，忍不住泪流满面。如今遥遥也要飞出这座大山了。陈风清，你看见了吗？萤火虽微，亦能燎原。第2天一早，陈书记给我留了热粥馒头，还有特制的腌菜。我洗漱之后吃了个干干净净。也许是决定回到这里时就已经收敛好了情绪，所以昨晚并没有影响到我今天的心情。我拿上相机，背上包，准备去茶园看看。几年前的开发不知道因为什么停滞住了。陈书记多次上申无果，干脆带着剩下的村民们在山腰的平坦处开辟了一处茶园。这次我来也是想帮他们把这些茶叶经销出去，加上今天又是一个周六，晚上瑶瑶放学了，明天可以休息半天。我准备去接她，20来分钟的路程。到了茶园，陈书记换了一身农作的衣服，正在清理受损的茶叶。听见动静，他抬了抬头，看见是我，笑了笑说：“这么早就起来了？天气冷，你逛完了就回去煨着。等中午吃饭了，我让君君去叫你。”君君是陈书记的小女儿，今年刚初中毕业，马上也要读高中了。我摇头说：“不睡了，我来拍几张照。”陈书记，这茶是什么茶？恩是玉露呢？你喜欢喝茶吗？等翻过年头，一茬春茶，我摘了炒干给你留几斤。我一边听着一边搜索，笑着说：“你要说咖啡，我还能品鉴品鉴；茶我是真7窍通了，6窍1窍不通。”陈书记笑了笑，又埋首着继续干起活来。我这才发现茶园已经有不少人了，多是60岁左右的样子，头发花白，动作却干脆利落。我也没再多说，怕影响了他们，
拿出相机，仔仔细细地拍了20来张照片发了出去。眨眼间就到了晚上，我带着给瑶瑶买的新衣服、新鞋等在高中门口。这所高中在毛瑶山山脚外10公里的位置，学校有车，但是只送到山脚。我不想麻烦书记再找人接我和瑶瑶上山，索性在他学校附近开了间房间，睡一晚，明天陪他去逛逛，把他送回学校了，我再回去。校门一开，穿着厚重校服的学生们像飞碟一样扑腾出来，外头早就有家长候着，不多，3、3两两的。这所高中的学生多数都是留守儿童，有的好点儿家里有爷爷奶奶，有的甚至只有自己一个，就像瑶瑶、黎星姐姐。突然，清脆的声音响起，接着一个瘦小的女孩飞也似的扑进了我的怀里，她眼睛亮得发光，抱住我后又蹦又跳，高兴地说：“你终于来看我了，黎星姐姐，你都3年没来了，我想死你了。”说完，他左看右看，小跑着找了几圈，没找到他想找的人后，有些疑惑地说：“咦，风清哥哥怎么没来？他当上大律师了吗？是不是忙得没时间来看我了？待会能不能给他打个电话呀？姐姐，我也想他了。”我眼皮不停跳动着，一股酸涩喷涌而出，被我用力压了下去。我沉默几秒说：“他忙着呢，等你高考结束了，我带你去看他好不好？”瑶瑶点了点头，只是眼神里闪过了一丝猜测。她没问，我也没说。房间里，女孩洗完澡洗完头，小麦色的肌肤显得她像山野间的精灵，只是比我上次见她又瘦了好多。我眉头拧起的问：“你是不是又把钱存下来了，让你多买点鸡蛋牛奶肉吃？你是不是又买10几斤白菜，在学校偷偷煮白菜吃？”他见我真的有些不高兴了，赶紧摇头说：“没有没有，是高中学习太辛苦了，我学瘦的，肉每天都吃呢，牛奶鸡蛋学校都发，我没存钱呢。”看他黑又亮的眼睛小心地看着我，我的心倏地一下软了，摸了摸他的头发说：“你现在只需要好好读书，好好备战高考，考上一个好大学以后，有你挣钱的时候。”他嗯了2声，笑着附和道：“就像黎星姐姐你和风清哥哥一样，我也要考到荆州大学去，然后再回来建设毛瑶村。”他随口一句，却让我又痛一分。见我只是笑笑，他没再继续下去，迅速转了话题说：“黎星姐姐，这次你来什么时候走呀？我们过年放7天假呢。”我看他鬼灵精的样子，知道他想问我在不在这里过年。3年前的每一年，我都是和陈风清在毛瑶村过的年。我点了点他的鼻尖儿说：“我不走了，我就在毛瑶村等你放假一起过年，好不好？”他噎了2声，正准备说什么，却又看了一眼我，咽了下去，最后什么也没说，只高兴地让我帮他吹干头发。天气预报说最近一段时间会有一场大暴雪，我刚从瑶瑶学校回来，准备去找陈书记问问大暴雪会不会对茶园造成什么影响。还没到家，就听见村民说什么有人上山找我，闹得可凶了。这会儿正在村委会，我赶紧改道去村委会，刚一走近，就听见陆潇愠怒的声音：“什么叫他自愿留在这儿的？这里破破烂烂个大山头，有什么值得他留下的？你们这是欺诈，用开发风景区的名义吸引投资，这招我见得多了。”我眉头一下蹙了起来，忍不住加快脚步推门进去。陈书记正佝偻着身子，一边解释一边赔不是。看见我后，眼神里闪过一丝难言的情绪，很快就压了下去，小声说：“黎星啊，陆先生，你可以叫我陆律，从现在开始，我是江黎星的责任律师，他被你们骗的每一分钱，我都有权替他讨回。”我的眉头皱得更深，直接打断陆潇说：“你发什么神经？谁说我被骗了？”他愣了一下，下意识回道：“你要是没被骗，怎么会在这儿待着不回荆州？我看了，这儿有个破茶园，是不是他们骗你说茶园收益好，让你投资？”我忍不住加重了一点语气说：“陆潇，我只说一次，我们已经分手了，我做什么事去哪里都不需要你管，我没有被骗，
这儿我比你熟悉，你现在立刻下山，别在这闹。听见我的话，陆潇一下沉默了，那双眼睛里闪过清晰的痛意。他声音沙哑着，揉了揉头发，像是由衷的悔了。江离星，我没答应分手，你不能和我分手。我已经通知亲戚朋友了，月底婚礼继续，礼堂婚纱那些我也都说好了。你跟我回去，明天我再陪你去试新的婚纱。陈书记在一旁听着，听见婚礼、婚纱什么的，抬头看了我好几眼，最后低头长长的叹了口气，却是什么也没说。我看向陆潇，平静开口：陆潇，我不会跟你回去，也不会和你结婚，我们已经分手了。只一瞬间，陆潇像是灵魂都被抽空，整个人顿在原地，露出几分难掩的痛。而我不理会，推着他往外走。他不肯离开，执拗地站住，也不肯接我的话，承认我们已经分手。索性顾左右而言他，轻声说：你骗我的，你说你熟悉这儿，怎么可能？你是土生土长的荆州人，又在荆州读的大学，毕业后也是在荆州工作的，你什么时候来过这儿？我揉了揉眉心，扫了一圈，看见村委会角落摆着几张照片，快步走过去都拿了出来，一把塞给陆潇，一字一句道：大学4年，我每年都是在这儿过年的，毕业3年，我每个冬天都会回到这。陆潇，我不管你信不信，我要留这里，请你离开。他拿起照片看了几眼，等看到我依偎在一个男人怀中，对着镜头灿烂比耶时，总算绷不住了，颤声问道：江离星，你别告诉我，你是因为照片上这个男，是和你在一起也是因为他，你眼睛像他，这场闹剧也不知道算不算结束。我把陆潇从村委会赶走，可是他却不肯下山，执拗的要住下来，还非要等我月底回去一起结婚。他肯花钱就有地方住，快过年了，总不能让全村人为了我一个大动干戈。我索性当作没看见，每天还是照常做我的事情。只是天气的确越来越不好了，眼看着就要有一场暴雪。陈书记这2天叹气的次数越来越多，虽然他已经竭尽全力把茶园盖了起来，但是一旦暴雪来临，茶园究竟会怎么样，谁也不知道。我有意再出一笔钱把茶园加固几分，陈书记却怎么也不肯收。说到激动时，他甚至红了眼圈。离星啊，我知道你做这一切都是为了风清，但是我不能再收你的钱了。茶园不属于村委会，我没法给你搞专项资助啊。万一天气不好，你这钱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，我不能收。我还想再说，可陈书记却坚决不收，连着好几天都不肯见我。陆潇知道后，忍不住来找我，好声好气地跟我说，那茶园地处山腰，一旦雪下起来，人下不去除雪，那些茶叶就会被冻死，这钱就是打水漂，你何必呢？我不理会他，只想着如果茶园能扛住，明年毛窑村又会有一笔收入，再扩充一下茶园，没准是能留下人的契机。陈风清，那么想建设好的家园故乡，多一个机会也是好的呀。见我执意要去做，甚至每天自己找人去加固茶园。陆潇实在忍不住了，主动找到陈书记，要求投资茶园。陈书记自然不肯，怕他下套图点什么。他嗤笑一声：就你这个破茶园，我图什么？合同我已经拟好了，你们村有没有知道点法律的，让他来看看不就行了？我不是为了你们，我是为了……他声音越来越低，眼底的光也暗淡了几分。显然他也知道这或许是无用功。陈书记听见他的话，沉默片刻，摇头又点头，半晌才说：那我去跟黎星商量商量。陆潇没阻拦，就差亲自送陈书记来找我。等我知道这事儿的时候，天气已经很不好了，再不快点动工，茶园没准就跟学校一样要塌了。我知道陈书记说什么也不会收我的钱，干脆点头说算他眼光好，找他要5万，就当投资。开春头茶叶卖出去之后，还给他6万，2个月回本利息1万，他挣大发了。陈书记小声问：
那要是没扛过去，那就算他倒霉。投资有风险，下手需谨慎。就这样，紧赶慢赶，终于在暴风雪来临前把茶园加固好了。本想着把学校也修修，可是毛窑村人太少，专门找人来修又太浪费。想着因为那件事，过年学校也不让留人了，还能再等等，索性算了。只是我没想到，这场雪来得这么急，这么凶。夜里飘飘洒洒的雪花已经不停息地下了2天2夜。这场大暴雪终于还是来了。陆潇住的那家因着他每天开空调，电路烧了，他赖着住进了陈书记家里，美其名曰群众有困难。雪下得越来越大，陈书记每天忙得像个陀螺一样不停转。我也不想再给他添麻烦，就当没有陆潇这个人。只是下半夜突然传来急促的声音，接着家家户户的灯都亮了起来。雪太大了，学校的围墙快塌了，快来帮忙！哎呦，我的天，风也起这么大了，那墙还能撑住吗？赶紧把家里柜子什么的抬出来去对一对，万一垮了，学校也撑不了多久，就靠那几堵围墙拦着风。我听着耳边传来的催促声，心脏猛地跳动起来了，甚至忍不住从床上爬起来，一咕噜地冲到了门口。学校附近，我心跳动得越来越快，甚至连脚都有些发软。看着陈书记套着一件军大衣就往外走，我抬脚跟了上去，声音都在颤抖着说：“书记，陈。”他用力点头说：“我知道，你放心吧，我前2天去围了一圈，没事的。你快点进去，这么大的风，你穿的这么少，赶快进去。”很快，陈书记引入了风雪中，只留下点点灯光。我抿了抿唇，学校的墙都要被吹塌了，万一我受不了的。我伸手拿过手电筒，又拿了锤头和木桩，准备一头扎进雪里，却不想还没走出2步，就被人拽着胳膊捞了回去。陆潇见我鼻头冻得通红，横眉冷目地拽着我说：“你疯了？这么大的雪你去呢？学校墙垮了，你去有什么用？你就给我在这儿待着。”他把外套脱下来，闷头套在了我头上，热乎的温度让我一下暖和起来。我用力推开他，摇头说：“我不去学校，我要去后山。你在这儿待着吧，我要去。”说完，我头也不回地跑了。身后传来陆潇气急败坏的声音：“江离星，你真是疯了，我也疯了。”紧接着脚步声起，他也跟着我一起跑了出来。还好后山的路和学校一致，已经被村民们踩出了好走的痕迹。我就着脚印快步走着，心头却控制不住地想起了那个雪夜，3年前，大寒，也是这样飘飘洒洒的雪，只是风要更大些，呼啸而过，像是要把整座山刮翻刮穿，刮个底朝天。那年过年晚，学校已经放假，可还有学生家长在外头没回来。陈书记索性开了一个教室，让那群孩子就在学校里吃喝睡。一来他们不用自己回家做饭，二来人多也安全热闹些。只是不能光有孩子没有大人，所以陈风清自告奋勇地去了。他和那群孩子一起打着地铺，每天给他们做饭洗衣，活脱脱变成了孩子王。一直到那个雪夜，风起不停歇，盘旋的狂风绕着学校呼啸，孩子们都害怕极了。陈风清一边安慰着他们，一边让他们不要出去。然后他手脚极快地把其他教室的桌椅全都抬出去，堆在了围墙边。如果那晚的风怜惜一下这只云雁，也许一切都会不一样了。等我和其他村民一起从书记家里赶到学校时，陈风清已经精疲力竭。好在那桌椅还是有些重量，负于抵抗着狂风暴雪。我和其他村民立刻加入进去，我踩着桌椅，忙着把墙上的雪扫落，不再给他增加负担。只是我没想到，那半截墙早已风霜百孔，不过是几个动作，就轰的一声全部倒塌下来。眼看着红砖朝我压来，陈风清近乎嘶吼地说：“离星，危险！”我仿佛能看见那墙倒下的痕迹，也能看见村民们惊恐的神情。而那一秒，我好像只能看见陈风清奋起冲过来的身影。
他用力把我从墙下推了出去，我猛地摔倒在雪地上，眼冒金星。下一秒，整堵围墙轰然倒下，陈风清被埋了进去。我脚下一踉跄，整个人摔在了雪地里。陆潇冲过来扶起我，又惊又怒地说：“你到底要去哪？”我看着不远处已经被风吹得快要弯折的青千树，低声说：“陈风清，你别怕，我来了。”陆潇听见了我的话，扶住我的动作一顿，半晌没开口。等到我把木桩一个个钉入那棵树周围，再用长绳给它缠起来，手指冻得通红时，他一把夺过我手里的锤头，闷头替我干了起来。我喘息着，太冷了，冷得我手脚都开始麻木了，每一口呼吸都像是一把冰刀在割着我的嗓子。我不愿意停下，干脆蹲下在旁边挖起土来，这样方便陆潇钉得更深。很快，我的指尖磨出了血，连带着有些咳嗽起来。陆潇气急了，咬牙不准我再挖，威胁我说：“不许挖了，你再挖我就不帮你钉木桩了。”我什么也没说，伸手要从他手里接过锤头，一副油盐不进的样子。他气得眼圈通红，干脆低头又加快速度，只是到底还是没忍住问道：“江离星，这棵树救了你的命吗？你要这么保护它？”我继续跪在地上挖着，点点头说：“这棵树下埋着救了我的命的人，陆潇，就算是我求你，别再吵我了，我好累。”他猛地一下顿住，失声道：“陈风清死了。”陆潇一向聪明，只是他以己夺人，以为是陈风清被我甩了，如今也跟他一样出人头地，我才开始怀念起来，一直没往那方面想罢了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此刻我太想和人说说话了，哪怕是陆潇。我闭了闭眼睛，眼泪流下来，轻声说：“其实我应该向你道歉。这3年，如果不是你，我很难活下去。”我见到陆潇那天，陈风清去世快要1年，我活得像行尸走肉，甚至无时无刻不想了结自己。只是离开前，我想把我所有的钱全部捐赠给毛窑村，所以去了律所咨询。命运有时候就是这样，一伸手就让人跌入深渊美梦。陆潇的眼睛几乎和陈风清一样清冷坚韧，很快我就了解了陆潇的生平。他和陈风清一样，是大山里飞出来的云燕，不同的是，他从未想过再回到大山里，所以他选择了公费去英国留学。我猜他应该想过和柳玉留在英国，只可惜两人最终还是分手。很快，柳玉就结婚嫁给了别人，搬离了皮卡迪利街，那封信自然也就没寄出去。一切是缘也是孽，是我其心不正，才会落得这个下场。他抖了一下，声音里带上了几分慌与乱，几乎是脱口而出：“不要说我不在乎，你不能这样对我，不能让我爱上你之后又告诉我你只把我当作替身。”我看向他，人是有感情的动物，我自然知道他说的都是真心话。可是太晚了，陆潇，雪停了，你就走吧。我低头继续挖着，耳边传来细微的呜咽声，又像是风的声音。那晚学校的围墙保住了，其实那晚也并没有那么惊险，大家去了才发现，围墙只是裂了些许小缝。后来我听村民说，3年前那事儿之后，陈书记就亲自把围墙巩固了一遍又一遍，早就能抵抗住翻山的狂风。只是岁月过去，学校的墙也不太稳固了。也许这就是我来的意义吧。瑞雪兆丰年，那场雪没有压垮茶园，除了雪之后，茶园又是一片盎然青绿。那晚之后，陆潇下了山，我不知道他去了哪里。和他说了对不起后，我没停下，一直在絮絮叨叨地和他说着话，说我和陈风清的7年，说和他的3年。他骨子里高傲，听见我说了这么多，也该懂了。说到底，还是我不该执意让青苔惹尘埃。很快就到过年了，瑶瑶很乖很听话，我想着带她去一趟荆州。她无父无母，我和陈风清资助了她7年，我希望她健康成长，平安顺遂。至此，我总算解开心结。在准备带她去荆州过年前，
我把他带到了学校后山那棵青千树下。我说：“对不起，瑶瑶，我这3年没来看你，是因为……”他拉着我的手坐在青千树下，带着我一点一点地抚过树身，声音轻微却有力地说：“我知道，我知道，离星姐姐，风清哥哥还在这里，还在我们身边。”我眼圈红了，却没落泪，只用力点头。回去的路上，我路过学校，看向瑶瑶问道：“你大学毕业之后想做什么？”她想也没想就说：“回毛瑶村建设我的故乡。”一阵风起，我余光瞥见红砖白墙上的字：“萤火虽微，亦能燎原。”番外：陆潇。江离星带着一个女孩回到荆州过年那天，我在她家门外站了一夜。那晚的剖白太过惨烈，对她也对我。听见她的话，我才知道被人当作替身，当作备选有多痛。我是真的爱上了江离星，在她日复一日的照顾和陪伴下，我早就爱上了她。可是年少时被抛弃的挫败和折辱，让我在知道柳玉离婚后，第一时间寄出了那封信。我知道我的温言软语会让柳玉觉得我还是那样好。其实江离星说的没错，3分怀念，3分感慨，其他的全是炫耀。炫耀我如今出人头地，炫耀他眼瞎选错了人。可我没想到，就因为我小小的企图，竟然让江离星决定回到毛瑶村。我猜他是看到了我的那封信，认真想过这么些年，也许我是真的在等柳玉，所以他也想到了，这么些年那个人也在等他。我好后悔，如果能早点和他结婚，是不是这一生也能这样糊涂过了？柳玉的事我没再插手，其实我早就不想管了。如果不是为了那一点点卑劣的心思，我早就和江离星结婚了。听说后来她又被她老公捉奸在床，不仅要净身出户，还要赔一大笔钱。这些我都不在意了。我去查了陈风清的资料，我们很像又不太像。我想，如果我变得更加像他，江离星会不会再给我一次机会？第二天一早，江离星开了门，看见我在外头，愣了一下。我轻声说：“我会把律所的工作辞掉，跟你一起回毛瑶村。那个茶园，我不是投资了吗？我再追投一笔，你觉得怎么样？”我故意没说我们之间的感情，只提他对毛瑶村的感情。可我没想到，他静静地看了我几眼，声音平静地说：“随你，陆潇。你讨好我的时候，那双眼睛就不像他了。”我痛得指尖都在发颤，竭力呼吸才找回一点点声音说：“你就不能把我当做他吗？算我，求你。”他摇摇头说：“不行，陆潇，其实你只是接受不了我把你当替身而已，你并不爱我。”我捂住心口，不知道该怎么告诉他我有多爱他。可就在我准备开口时，他笑了笑说：“你根本没见过真实的我，又怎么会爱我呢？你只是习惯了我的照顾，实在不行，你去找个保姆吧，好吗？”看见他略带一丝释怀的笑意，那一秒，我总算接受江离星真的没爱过我，而我也错过了糊涂的装作爱我的他，永远，永远。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，请为我点个赞和订阅。如果您有任何建议，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